郁症现在在中国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多的人得抑郁症。抑郁就是一种病，一种是看起来心情不好的病，看起来心情不好，但是它不只是心情不好，它不是，它不是心情不好，是一种真正的病。在中国，很多人不了解抑郁症，还是不了解。这个病在中国还是一种很新的病，很新，还是很新，知道的人比较少。那很多人觉得得抑郁症的人就是看起来心情不好，他们应该做一点事情那让自己的心情好了，那就不抑郁了。平常我们会说我感觉有点抑郁，那这其实意思是我感觉心情有点不好，但不是真正的病，抑郁症。所以在平常说话的时候，我感觉有点抑郁，这其实是在说我有点心情低落心情低落，这也是用的很多的一个说法。我感觉有点抑郁，我感觉有点心情低落，但这都不是抑郁症。所以在平常生活里，很多人不知道这是病吗？还是我心情不好？这是病吗？这是一种真正的病吗？所以呢，在中国，抑郁症很多的人都不是很重视，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得了一种病。所以抑郁症虽然现在得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意识到明白自己不只是心情不好，是真的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叫抑郁症。他们不明白，很多人不知道，那这是中国现在社会对抑郁症这件事情的理解。很多人觉得还只是心情不好，不是病。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帮助大家了解什么是抑郁症。那如果你得了抑郁症，表现是什么？表现就是怎么知道你真的得了这种病。它的表现是睡眠不好，睡觉睡得不好，没有食欲，不想吃饭，不想社交，那就是不想和别人一起做事情，不想和别人打交道，不想和别人一起做事情。那这都是抑郁症的表现，就是你表现出来的，能看出来，那这些事情都有，那你很有可能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抑郁症。那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得抑郁症呢？现在最多的还是女人，女人比男人多1倍，那真的是很多。然后第二种就是青少年得抑郁症的人很多。你能想象到在中国上学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很多人都觉得压力特别的大。
那青少年他们就很容易得病，很容易得抑郁症啊。最后一种人呢，就是老年人。在中国，因为老年的时期很长，是吧？在中国是50岁、55岁，你可能就不工作了，就退休了。退休就是不用工作，然后还有钱，国家给你一点钱。那你退休了以后，有很长时间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很多的老人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时间太长了，身体还是好的，所以很多这些年龄的老年人会得抑郁症，也会得抑郁症。那在中国，其实，去看病的人是很少的。得抑郁症以后去看病的人非常少。那100个人里面可能没有1个人去看病，100个人里还没有1个，这是不是超级少？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心理医生是一个特别稀缺的资源。就是心理医生是一个资源，医院是一个资源，那这都是可以帮助你治好你的病的资源，是吧？你可以用这些资源，但是呢，在中国这些资源太少了，所以我们说这是稀缺，很少的资源就是很缺少，很少。很稀少，也是很少的意思。那这都是很稀缺的一种资源啊。心理医生和可以看心理疾病的医院，心理疾病就有抑郁症啊。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所以要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是在中国，这是心理疾病啊，但是在英语里是这里，是吧？是这里，但中文说心理。那在中国，大概在20年前吧，20年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持人。特别有名的一个主持人，然后他公开的说自己得了抑郁症。这个主持人在中国主持一个节目，这个节目他是采访别人的节目，就是和别人聊天和别人做采访就是问别人问题，别人回答，两个人一起聊天那在这个节目上，这个主持人看起来是非常开朗，非常高兴，经常微笑，经常笑，看起来是一个很健康、很开朗很积极的人，很积极，总是想好的事情，说话也很好，看起来也很高兴。那这是很积极的人，但是呢，他突然他就不工作了，他不再开始在节目上，他不再出现了。然后2-3年后，他说自己得了抑郁症。那这件事情就让很多的中国人对这个病改变了看法。因为大家不知道抑郁症是什么，不知道这是一种真正的病，只觉得这是一个人心情不好，有点想不开。想不开是平常口语里经常说的一个词，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人想事情会经常想不明白，然后呢会只想自己的想法，然后不能理解别人的想法，不能理解
别的方式，所以这叫想不开，有点想不开。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好？为什么呢？这是有点想不开啊，经常会往坏的方向想，往坏的方向，不好的方向，总是想坏的事情，坏的结果，坏的可能，那这是想不开。所以在中国人，很多的中国人眼里、想法里，那抑郁症就是一个人想不开。但是这个主持人，这个有名的主持人，他公布，他对大家说，我得了抑郁症，我得了抑郁症，我得的是抑郁症。那他站出来告诉大家的时候，那很多的中国人就对抑郁症这个病改变了想法，有了新的想法，所以慢慢的这20年吧，他是2005年，这个主持人2005年的时候公布，向大家说自己得了病。那慢慢的这20年，很多人对抑郁症的看法就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人，是一个看起来经常微笑、经常笑、很开朗的人，然后他居然得了抑郁症，他居然抑郁了，那这是大家很吃惊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开朗不代表他不会抑郁，这是大家理解的。慢慢的中国的很多人明白了，开朗不代表不会抑郁。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持人他叫崔永元，所以他能用自己来为大部分的中国人科普这件事情。科普就是让大部分的人了解这个科学，让大部分的人明白这个科学，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我还想说，在抑郁症这件事情上，在中国，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美国的心理治疗师。他是一个心理治疗师，那治疗师就是给别人治疗病的人，给别人治病，给别人看病，给别人治病。这个人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他给别人治什么病呢？治心理的病。那这个心理的病经常有可能是抑郁症。当然心理疾病还有很多别的病，不只是抑郁症。好，这个美国的这个心理治疗师，他就是亚龙，他的名字叫欧文·亚龙，他是一个超级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非常的有影响力，就是他影响了很多的人，他影响了这个领域心理学这整个的这个领域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很大的范围，是吧？那这一个领域都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影响。他好像是在2016年，那是10年前，他在中国开了一场直播他在美国，他人
在美国，他是美国人，他人在美国，但是他在网上面对中国人开了一场直播。直播就是你知道我跟你说话，那你看着我，我正在说话，不是先录好了，然后我再发给你。那他做了一次直播，那他在直播里，有多少观众呢？有将近差不多有20万的中国人同时在网上听他的直播，同时听，大家一起在网上听这个很棒的美国心理治疗师对大家讲话，给大家演讲。应该不是演讲，就是讲话，他就是跟大家说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影响力真的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在中国很多人都有读他的书，他的书就是有一种他写了很多的书，然后呢，他的很多的书是可以让普通的人能很容易的了解这些心理上的疾病。所以我们说他的书很科普，科普就是科学普及，普及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很多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是普及。所以，这个美国的心理治疗师叫欧文·亚龙，他在中国普及了心理疾病，让更多的人更科学的了解什么是抑郁症，什么是别的心理疾病，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这个人在中国的心理学领域，这一个很大的领域里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影响力。我自己也读过我觉得我读了他的所有的书，他真的非常的棒，可能是我唯一一个很佩服的人，真的很佩服。但是他现在已经年龄很高了，他现在应该有90多岁了，90多岁，是一个很老的人了，很老的人。但是他在中国心理学的领域里的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没有别的人能和他一样的厉害，他是一个最厉害的，在心理学领域，外国人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独一无二，只有他一个。但是当然，在中国，抑郁症现在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人会得抑郁症，但是不知道这是抑郁症，不知道这是一种病。那得了抑郁症，不去看病，因为没有很多的心理治疗师，也没有很容易能够得到帮助的地方，能够给予你帮助的地方，所以这都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在你的国家，抑郁症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但是在中国，这还是一个很新的事情，这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情。